上一集我哋講到毗約拿巴拉雅族入面嘅第二道門啦，第一道門呼吸，第二道門昆達里尼啦。嗱，呼吸咧係叫你開始睇見自己，咁昆達里尼咧就係叫你開始理解身體入面嗰股生命力，究竟係向下消耗啊，定係向上轉化？去到第三集啦，咁我哋就要開始講一個最多人有興趣，亦都最容易俾人講到離晒大譜嘅一個題目，就係第三眼。一講到第三眼，好多人即刻就會諗到啲咩啊？見鬼啊！我見到神啊！我見到前世，我見到靈體，我見到能量啊！見到人哋背後有冇嘢跟住啊！甚至乎有啲人會話：我開咗第三眼，我見到你間屋有個阿伯。問題係點解次次都係阿伯？嗱，靈界咧係咪人口老化到咁嚴重咧？你見親鬼都係唔係阿伯就阿嬸，好奇怪。但係嗱，認真講啦，唔好講笑，講完啦，咁認真啲講。第三眼咧，其實呢個概念咧喺好多修行傳統入邊咧，其實都存在嘅。印度瑜伽會講眉心輪，密宗會講中脈，明點、內光。道家有陣時會講泥丸、上丹田。民間咧就更加簡單同粗暴，開天眼。但係咧，我哋今集咧主要咧唔係講街邊嗰種3分鐘開天眼，亦唔係講教大家今晚翻屋企撐大對眼去睇鬼啦，咁唔係呢啲。我係想用呢一本書入面嘅方法去睇古人點樣去理解內在視覺，因為我覺得真正值得講嘅唔係你有冇見到鬼，而係當你匿埋眼嘅時候，你究竟有冇真正見過自己內在嘅世界？第三眼最重要嘅唔係你見到幾多人哋見唔到嘅嘢，而係你終於開始睇到自己內在，原來從來唔係只有黑暗。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我頻道。嗱，喺我手上面呢本書啦，咁啊第三集我就會咁講啦。即係佢有講啦，第三講啦，是但啦。第三眼嘅視覺，中脈能量上升，內在的浩瀚如雨輕觸。嗱，呢個標題咧其實已經講晒成條路出嚟㗎啦。第一，第三眼咧唔係突然之間爆出嚟嘅。第二，佢同中脈能量上升係有關係。第三，真正目標咧唔係見到一啲碎片影像，而係內在嘅浩瀚。第四，如雨輕觸只係一個觸發技巧，唔係一個魔法按鈕啊！即係話第三眼咧喺呢一套系統入面咧，唔係獨立存在。佢唔係你喺個額頭裡面咧裝咗個隱形攝錄機，唔係，佢係前面呼吸、身體、脊椎、中脈能量各自一路上去之後，去到頭部中心嘅一個結果。所以如果一個人完全冇前面嗰種基礎，一開波咧，唔該大家唔好衝第三眼嚇，真係冇。好容易咧，你會有幻想、殘影、壓力，或者你腦裡面嗰啲畫面全部變成嗰種神秘啟示咁，唔知點解，咁就麻煩啦，咁就 short 鬼咗啦。因為咧，你未必係開咗第三眼嘅，可能你個腦裡面開咗 Netflix 啊，就係大佬。咁呢本書入面咧，關於第三眼咧，第一個畫面其實都幾特別嘅。佢唔係講鬼神，唔係講天堂地獄，唔係講陰陽眼，佢係講孔雀魚。嗱，第9個方法咧，大概就係講啦，將孔雀魚上嘅五彩輪想成空中嘅五彩，然後讓它們的美融化其間。嗱，呢一段係咁講啦，咁個畫面梗係靚啦。咁孔雀魚大家都見過啦嚇，佢有一種好深嘅藍綠色，中間有一團好似眼睛咁嘅圖案啦。咁外面有金色、綠色、藍色、紫色，好似一個細細地嘅宇宙啦嚇。咁點解古人會用孔雀魚去講第三眼咧？我覺得係有幾個原因。第一，孔雀魚本身咧就似一隻眼啦，係咪先？但係呢隻眼咧唔係普通嘅肉眼，佢係彩色嘅、流動嘅、有層次嘅。第二，孔雀魚嘅顏色咧有一種深藍嘅背景，
好多內在視覺經驗入面咧，人匿埋眼咧，未必只係黑色嘅，有時會出現深藍啊、紫色啊、光點啊、流動色彩啊，或者幾何圖啊。第三，孔雀羽咧唔係叫你盯住外面嗰啲羽毛，重點係你由外在圖案引發內在圖案，由外面嘅靚去打開內在嘅美啊！所以咧，我覺得第9個方法咧，其實唔係叫你去崇拜孔雀，唔係話裝住香俾孔雀，唔係。如果係咁嘅話咧，孔雀就真係好鬼忙嘅，日日都要俾人請佢開眼。佢係用孔雀羽作為一個入口，你望住一個有神秘美感嘅圖像，然後匿埋眼，你俾呢一啲色彩或者呢個圓形或者呢啲流動感，慢慢由外面轉到入去內在。嗱，呢個就係第3晚最初嘅訓練之一。外在圖像轉化成內在視覺。嗱，講到呢一度啦，有一個好重要嘅位置。第3晚唔一定一開始就係見到某樣嘢。好多時候咧，大家以為啦，第3晚一打開就好似打開咗 CCTV 咁啊，即刻見到某神明企喺我個床尾，又或者前世自己喺埃及祭司咁樣低能嘅，即係唔好咁心急住。第3晚最初咧，可能只係顏色、光點、殘影、幾何圖案、深藍空間，好似霧咁嘅流動感，一啲不成形但有感覺嘅畫面。呢啲咧未必一定係靈界嘅，亦未必一定係幻覺。佢可以係你嘅視覺系統、想像力、潛意識、專注力同內在覺察開始互相作用。所以咧，我哋唔好一見到光啦就話哇神跡啊，唔好，亦唔好一見到黑色就乜嘢都冇嘢睇到嘅，唔係咁嘅。黑同光都可能係入口。嗱，書入面咧後面咧有一段講殘影同想像力，大概意思就係如果你望住一張白色嘅卡，再匿埋眼，你可以咧會見到黑色嘅殘影啦，係咪？然後你要用想像力將黑色殘影變翻成白色，再進一步，唔需要真實嘅白卡，你都可以喺內在飛一張白卡出嚟。嗱，書入面咧將呢個同第3晚嘅想像創造視覺化嘅功能咧連埋咗一齊。嗱，呢段咧我又係覺得好有意思嘅，因為佢講嘅唔係被動見到嘢，而係內在視覺化能力。即係話第3晚唔一定只係接收器，但亦都可能係同時間係一個創造器。OK， 創造呢個好重點啊！即係好多民間嗰啲傻佬成日講開天眼啊，就會講成總之打開一隻眼就可以睇到另一個世界、前世今生咁。嗱，其實咧喺呢一本古人呢一本書裏面啊，呢個方法咧似乎係更加強調你嘅內在意識本身係有創造畫面嘅能力，你嘅想像力本身就係一種內在嘅視覺，而當想像力、專注力、覺知力結合嘅時候，就可以出現一種更深層次嘅觀看。呢一個角度就唔會變得咁粗糙，明唔明啊？因為咧，你唔會將所有畫面都變成外在信息，係咪？你唔可以噶嘛，係你首先你見到啲嘢都好，你首先會問：喂，呢個畫面係殘影啊，係我自己諗出嚟啊，潛意識啊、記憶啊，定係一啲象徵，定係一啲更深嘅內在經驗咧？係咪？呢個問題其實好重要嘅。如果咧你一見到畫面就全部都當真嘅話咧，其實你好容易走歪嘅。一定走歪添啊！一見到畫面就話有個神，喂大佬，可能你啱啱見到有啲光閃一閃，哇有神啊！濟公喺度啦，又黐線，又濟公上身啦，又係咪？唔可以係咁噶嘛！我哋係要逐點去知道自己睇到啲乜嘢啊嘛！即係如果你一見到畫面，但係你又唔可以話一見到畫面就全部都否定喎，咁你又可能錯過咗內在世界嘅入口噶喎。所以我覺得咧，第3晚真正要練嘅咧，其實唔係迷信，而係分辨力。然後啦，去到第11法，第11個方法咧就開始講中脈啦。嗱，書入面講咧，專注於脊椎中央嗰條細如發絲嘅氣脈，如此可得轉變。嗱，呢本書入面啊，亦都有解釋啦。呢條細微中脈同能量源中脈上升有關嘅，佢會將佢視為一個通往第3晚之前嘅基礎個台階。基礎台階係啦，呢個位一定要講嘅，因為好多人咧會將第3晚咧講到好似一個獨立嘅掣咁啦嚇，撳一撳佢就自己開咁。但係咧喺呢度系統入邊咧唔係咁嘅，第3晚唔係孤立嘅，佢同身體中線有關，同脊椎有關，同中脈有關，同能量上升有關。即係我上一條片講昆達里尼，其實係第3晚嘅前置嚟嘅啫。你可以想像身體好似一座樓咁，底層係生命力，中間係情緒、心、聲音，上面就係眉心同埋頭頂。如果下面冇電，樓上個掣咧個燈掣撳極都唔會着嘅，所以第3晚咧唔係用力，咁就會開，唔係嘅。即係如果
就會開嘅話咧，呢個世界全部講 deadline 嗰啲打工仔都已經成仙㗎啦。講真，冇可能咁就有嘅。真正嘅問題係你條中線有冇穩，你個呼吸有冇穩，你個身體有冇中心，你個覺知有冇能力由外面收翻去入去裡面。即係話唔可以真係咁相信出面嗰啲人講我有天眼可食。我從來都冇見過你修行，你個生活亦都係古靈精怪，或者係夜夜笙歌咁。你個中線又唔穩，你個呼吸又唔穩，你身體又冇中心點？我見你平時行到咧，成個駝晒背咁，你個覺知能力就好似差到阿媽都唔認得咁，跟住就話自己開天眼。因為好多時候咧，個世界個環境令到我哋覺得，呢一樣嘢咧就係獨立存在嘅。好容易就有嘅，因為佢哋要將呢一樣嘢變成產品咧，即係喺一大堆嘢裡面，一條線裡面中間抽一點，然後將佢變成產品，所以就會不停喺度 sell 大家呢個係產品，好容易去擁有。但係好多人咧就因為咁樣咧就傻鬼咗嘅個腦裡面，所以咧大家要了解翻成件事先，所有嘢都係修行收翻嚟嘅。而修行可能第一講就係呼吸，跟住然後再感受身體，再感受內在嘅能量，跟住去到上升。係咪先？個人穩咗啦，跟住先至可能有機會會去到達呢個境界。大家就唔好成日 skip 咗修行呢一 part，就話自己我有天眼，我有陰眼，我有陽眼，我乜都睇到，就其實唔係咁嘅。好啦，如果如果你真係冇呢啲修行，咁其實你個額頭幾俾力都好，係冇用嘅。你最多都係頭痛嘅啫，真係。咁然後咧去到第12法啦。咁第12法咧，佢呢度就比較密法味比較重啲。佢就講用雙手塞住頭上7孔，並喺眉心內在感覺有無限空間。嗱，7孔係咩咧？咁啊，2隻眼、2隻耳、2個鼻哥窿同埋1個口啦。即係人頭上面啦，主要向外接觸世界嘅7道門。即係眼咧就睇畫面，耳咧就追聲音，鼻咧就追氣味，口就追味道同埋講嘢啦。咁平時我哋成個人咧都係外散噶嘛，係向外散噶嘛。咁眼咧見到嘢就會即刻被拉走，隻耳聽到嘢，邊度有聲啊？手機一響，哇！即刻去望下個手機先。人哋一句説話就可以將你成個人拉走噶啦。咁7孔咧就好似7條線咁，一將你拉出外面嘅世界。而第12法即係第10個方法咧，調翻轉頭，佢就叫你暫時關閉外在感官，令覺知翻入去眉心，再喺眉心感覺內在無限嘅空間。嗱，呢個方法聽落好簡單啦，但係書入面咧其實講得好清楚。如果你而家普通人即刻塞住晒7個窿咧，7孔啊，你嘅經驗咧未必會感覺到係無限空間嘅，只會喺腦袋入面咧感覺到無限黑暗嘅啫。因為呢個方法咧需要係前面中脈能量上升到第6、第7法咧，作為呢個中心嘅基礎，你先至可以做得到嘅。嗱，呢個梗係好重要啦。即係作者咧都唔係話大家而家即刻咧諗住啲眼耳口鼻就可以見到宇宙咁，唔係咁嘅。佢講得好清楚嘅。如果咧能量未上升，你揞住呢7個窿咧，可能只係會見到黑色。所以第12法真正嘅重點唔係塞呢一個動作，而係當外在感官關閉咗之後，內在空間會唔會打開咧？嗱，呢個問題就深啦，因為普通人咧一關咗外界就會覺得好無聊啊、好黑啊、好悶啊、好不安啊。點解啊？因為佢平時太依賴外在嘅刺激，好多人都係啦。總之一無聊就一定要攞個手機喺度篤，唔知篤乜鬼嘅，即係一冇畫面就要揾畫面。一冇聲音就要即刻塞住隻播音樂，一冇人講嘢咧就要睇手機，唔知點解。一靜落嚟咧就會覺得哇好驚啊，得自己一個。所以咧現代人其實咧係好怕內在空間，即係其實你行出去到邊度都係，你見到個唔係攞住手機啊，塞住隻耳仔啊，一定總之係有啲嘢做嘅，唔可以活在當下一陣，唔知點解嘅。即係咧你叫佢坐低10分鐘。唔玩電話、唔聽歌、唔講嘢咧，其實佢已經開始坐立不安嘅。唔係因為外邊太恐怖啊，係因為入面太陌生。所以第3眼之門咧，其實唔止係開眼，係你敢唔敢暫時關閉外面，翻去入邊。然後第13個方法啦，咁都好有畫面嘅。佢就話如羽毛般輕觸眼皮，眉心嘅光芒便融入心間。嗱，喺嗰度咧係有無限嘅空間。嗱，佢咁寫啦。嗱，書入面講啦。第13條咧係第12條嘅補充嚟嘅，即係第13法係第12法嘅補充。有啲人咧
即使能量上升到第六、第七嘅中心啦仍然未必可以有經驗去感受到內在嘅浩瀚，因為咧能量未被點燃，於是用羽毛般輕觸眼皮作為一個觸發嘅方式。嗱，呢個方法好微妙啊！即係可能你練到第六、第七個方法啦，但係都好似感受唔到啲咩喎。咁就唔係叫你大力去撳下自己嘅眼都俾你插盲，就係羽毛般。羽毛即係咩咧？即係好輕、極輕微、似有似冇，一種幾乎接觸但又未完全掂到落去嘅感覺。嗱，呢種微細嘅觸感會將注意力帶翻去你嘅眼皮、眉心、頭部內在嘅空間。書入面甚至解釋印度人眉心會點咗個紅印咧，某程度上就係呢一種類似嘅作用啦。我唔知係咪真啦，不過本書咁講。咁越令到眉心位置有一種輕微嘅觸感，好似羽毛掂到，將注意力帶翻入第三眼嘅位置。嗱，呢個位其實好值得講嘅，因為咧好多宗教標記咧未必只係裝飾嚟嘅，例如眉心紅點、道教開光點眼、佛像白毫，例如好似某啲修法入面輕觸額頭、頂門眼位，好多時候咧，佢背後都有一啲共同嘅邏輯，用一個外在微細嘅觸點喚醒內在嘅注意力。你唔需要一開始咧就會覺得哇好神奇啊！你可以先當係一個身心嘅技術先。當一個位置被輕輕觸碰，注意力自然會去到嗰度㗎啦，係咪先？如果注意力去到眉心，眉心就變成一個中心。當眉心變成中心，外在世界分散咁就會開始減少，人就會開始內收。呢個就係第三眼方法嘅最基本邏輯嚟嘅。但係呢一度咧有一個好重要嘅位啊！第13法唔止係講眉心嘅，佢仲講眉心嘅光芒融入心間，即係第三眼同心輪係連埋咗一齊嘅。咁好似好靚咁啦，呢個又係，因為好多修行人咧都會犯咗一個好大嘅錯誤。我只係想開眼，唔係想開心。OK， 只係想開眼，唔係想開心。只想有能力，但係唔想有慈悲。只係想見到嘢，但係唔想改變自己。只係想證明自己特別，但係唔係想溫柔。喺呢本書裏面咧講到眉心光芒最後要融入心間，即係話真正第三眼唔應該令你變得冷酷、傲慢、神神化化。真正嘅內在視覺最後要落翻個心嗰度。如果你話第三眼好開，即係你話你自己第三眼開咗啦，但係你越收就越睇唔起人，越收越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咧。啲聖人模式啟動嗰啲師傅啦，越收就越冇同理心。同咩理啫？你窮啊，攞錢嚟啦！咁老實講，你又要小心啲啦，唔該，因為咧。可能唔係開咗第三眼，佢只係開咗呢個自我膨脹模式啫。真正有用嘅內在光啦，應該會照到個心，唔係淨係照到個額頭。所以咧，第三眼呢個題目咧，我會咁理解啦。第一層咧係視覺化，即係孔雀與顏色光點殘影圖像，都係訓練內在視覺嘅入口。第二層係中脈，第三眼唔係單獨嘅一點啦，即係身體中線上升之後，到達頭部嘅中心結果。第三層係感官內收，即係七孔咧係向外開嘅，人就外散啦。七孔暫時關閉，覺知就可能會向內收。第四層就係內在嘅浩瀚，真正目標咧唔係見到幾多個畫面，而係經驗到一個比普通黑暗更深、更廣、更明亮嘅內在空間。第五層就係個心。眉心光芒要落翻心間，否則你會見到越嚟越多，可能只係越嚟越迷茫。嗱，講到呢一度啦，我想分享下我自己點樣睇第三眼啦。即係我唔會一開始咧就講第三眼係見鬼嘅能力，咁唔係咁嘅。我覺得第三眼咧，首先係一種內在觀看嘅能力。你睇到自己嘅念頭，睇到自己嘅幻想，睇到自己嘅恐懼，睇到自己嘅投射，睇到自己明明未知道，但係就扮到自己好似知道咁，睇到自己一見到畫面就會即刻想將佢神化。嗱，呢個其實已經係第三眼嚟嘅啦。講真，真係已經第三眼，因為最難得嘅唔係靈界，最難得嘅係自己。一個人如果連自己嘅貪啊、驚啊、自大啊、幻想你都睇唔到嘅話咧，就算我俾你真係睇到靈體，你會點樣去解讀呢個靈體咧？係咪？即係連最基本嘅嘢都唔識，咁我就真係俾你見到，你點樣解讀呢件事咧？因為佢只會用自己嘅貪去解讀，用自己嘅驚去解讀，用自己嘅自大去解讀。所以第三眼要配合第一條片同第二條片啦。第一條片就係呼吸啦，令到你有空位；第二條片就係昆達里尼啦，令到你知道自己生命力可以上升。第三條片即係今集啦，就係第三隻眼係學習觀看。如果冇空位，你見到嘢就會即刻反應；如果冇生命力轉化，你見到嘢就可能會即刻變成慾望同自我膨脹。如果冇心，
你見到嘢都未必代表係你冇智慧去明白。即係我亦想講一個好現代嘅角度。而家好多人成日都會話我有直覺嘅，我感覺到啊，有感應、有畫面、有信息。咁當然啦，我唔會一棍就打爆晒你個頭嘅，唔會，因為人嘅潛意識確實係好深。有陣時咧，你未用理性整理出嚟咧，身體同內在咧已經先感應到某啲嘢嘅。我明白，但係問題係直覺同幻想咧就好似雙胞胎咁，你唔訓練咧，你好難分別嘅。有時你覺得係直覺，其實係恐懼。有時你覺得神明喺度提示你，其實只係你自己焦慮啫。有時你覺得哇，我見到前世啊，其實你會唔會夜晚睇電影睇得太多咧？有時你會覺得哇，我睇穿人啦，我睇穿你啦，其實係你自己嘅陰暗啊，個陰影投射咗落人哋身上。所以第三晚嘅訓練離唔開清明呢兩個字，真係你要睇嘅，你唔可以急住相信，你要觀察，但係你唔可以急住去下判斷。你要開放，但係你唔好失去懷疑嘅能力，呢個先係我覺得比較穩陣嘅修行態度。即係如果我用一句去總結第三晚啦，冇話句啊，用一段啦。即係第三晚唔係令你睇到更多古靈精怪嘅事，唔係，而係令你開始睇得清楚。清楚啲咩啊？清楚自己內在嘅畫面，清楚自己嘅念頭，清楚自己嘅投射、恐懼、神秘經驗嘅貪求，有幾想變成一個特別嘅人。你要睇清楚自己，呢個係好重要嘅，因為好多修行陷阱咧，唔係因為人唔想努力，而係因為人太想特別啊！我想有神通，我想見到人哋見唔到嘅嘢，我想證明自己有靈性，我想比其他人高。呢個係想高過人嘅心咧，其實係好低嘅。所以咧，真正嘅第三晚啦，應該令你更加謙卑，因為一望入內在嘅世界，你會發現其實自己內心裡面仲好多混亂，好多投射，好多未知，就唔好第一時間覺得，即係其實你望到裡面咧，你會發覺哇，原來自己內心修行呢度咁大工程嘅。咁老實講，你望到嘅話，你都唔敢話自己係大師啦。更何況出面啲人未望到就話自己係大師，嗰個真係黐線嘅。所以咧，今集啦講嘅第三晚方法咧，我會整理成4個重點。第一就係孔雀魚由外在嘅五彩引發內在嘅視覺。嗱，唔係為咗迷戀畫面，而係學習點樣將注意力帶翻去裡面。第二，中脈。第三晚唔係獨立嘅開關，佢同脊椎中線能量上升有關，所以冇前面嘅基礎，唔好幻想一撳掣你就會開，冇可能。第三，七孔，眼耳口鼻平時向外散嘅，當外在感官關閉，人就開始面對內在空間。但係如果未有基礎，見到嘅可能只係黑暗，未必係浩瀚。第四，魚與輕觸。用極微細嘅觸感將注意力帶入眉心，但係重點唔係觸碰本身啊，而係眉心光芒最後要融入心間啊！嗱，呢4個加埋咧，就我理解到呢本書講嘅第三晚之門。而我最想大家記得嘅就唔係點樣開眼，唔係，而係咧匿埋你嘅肉眼，未必等於打開第三晚。真正打開第三晚係你開始睇到自己平時睇唔到嘅內在。你匿埋眼見到黑色，唔代表係乜嘢都冇。但係你匿埋眼見到光，亦都唔代表你好勁好高。黑可能係一道門，光亦都可能係迷惑。最重要係你自己有冇覺知。你有冇覺知到黑色？匿埋眼見到嘅係黑色嘅，其實都可以入到。冇覺知嘅光，亦都可以令你迷路。OK， 嗱，下一條片咧，我會將由視覺轉去聲音。如果第三晚咧係內在觀看，咁第4道門咧就係內在嘅聆聽。呢本書後面咧仲會開始講聲音、瀑布或者塞住耳仔，聲音嘅尾端，無聲之中嘅浩瀚。嗱，點解一個鐘聲慢慢消失嗰一下，可能會令你進入另一個狀態咧？點解唔止係一個宗教嘅音節，而係聲音走向無聲嘅方法？點解古人會話聲音唔止係聲音，聲音仲可以係一條橋？下一集咧，我哋打開第4道門，聲音之門。咁多位朋友，我會留喺美國一段時間，有冇加州嘅朋友或者三藩市嘅朋友咧，可以 email 我嘅，咁啊約下我，等我再了解更加多美國嘅事，好冇？多謝你哋。哇，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嗱，我最近咧出版咗一本電子書，就叫做《把快樂還給自己，活在當下》。內容咧係我一路收集同埋反思，點樣可以令到個心靜翻落嚟嘅一啲小練習同埋體驗。如果你覺得有共鳴嘅話，買翻本睇下都無妨啊，係咪先？唔買唔緊要㗎嚇，幫我喺嗰啲網上評論咧就話評論好睇啊，好好睇啊咁，我已經好開心㗎啦。咁所有連結咧都已經喺影片簡介嗰度㗎啦，多謝大家。
頻道嘅觀眾朋友，小弟誠意邀請散落世界各地嘅你。只要如果你中意玄學或者法科，或者對各種靈異故事特別有興趣嘅話，我都好歡迎你哋加入我嘅 WhatsApp 群組，一齊分享自己嘅親身經歷同埋感受，亦都可以俾我啦收集更加多靈異或者神棍嘅故事，等我可以分享上 YouTube 俾唔同嘅朋友知道啦。咁我哋個連結咧就已經喺影片簡介嗰度啦，等緊你哋啊！